就这点本事啊？你是在挑衅我吗？我叫曾初桐，4年前我姐姐曾雪死在了眼前这个男人的手上。为了今天，我研究了他整整4年，模仿他每一个爱过的女人，将自己伪装成他最无法抗拒的模样。现在我终于躺在了他的床上，姐姐你看到了吗？这场为你准备的复仇，将以我的身体为祭品。这场我精心设计的相遇，还要从几天前说起。要让一个站在权力顶端的男人注意到你，你必须成为他视线里最耀眼，也最与众不同的存在。老实点，别动啊！别动！哎，玩会儿吧！来，小子劲儿挺大啊！来一块上，一块上！来吧，小妞儿！不要碰他！老板，又做噩梦了。锁定海事脉搏，听众朋友们，今晚海事年度艺术慈善晚宴即将在皇家温德姆酒店盛大开启。还记得那枚刷爆你朋友圈的午夜仙女胸针吗？听说今晚将亲临现场，究竟它会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她这是不海，比财经杂志上看着更有压迫感，也更迷人。这可是个会吃人的狮子，你没听说吗？他接手顾氏才几年，版图扩张了1倍不止，他真是太厉害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拍卖会现场，本次拍卖由我主持。今天的第1件拍品是梵克雅宝仙女胸针，这枚胸针是由著名设计师设计的，起拍价500万，加价不得低于100万。顾海已入场，元昊机位捕捉到，郑总向主说。800万。顾总出价80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1000万。秦总出价100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1000万1次，1000万2次。我们老板说，他不喜欢这个数字。爸爸，哼，顾海，你什么意思？买不起，哼，就别捣乱。秦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怎么记得你儿子在瑞士银行的那个秘密账户，资金来源好像不太干净。要不然帮秦总把他账户里那几笔说不清的款项发给相关部门汇报一下。爸爸，搜身！现在还有什么胸针呢？回家。好了，现在可以继续了。800万1次，800万2次，成交。接下来到了最精彩的环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古典乐坛最璀璨的新星曾初桐小姐隆重登场。这种场合的表演，不过是为他们自己抬高身价的序曲，无聊。
哇，这也太棒了！没有想到这么厉害。怎么这么说？对不起，我用你最爱的曲子，但只有它才能敲开他记忆的门缝。用遗忘做开场，是想让别人记住你，还是想忘了什么？有些事儿想忘是忘不掉的，比如欠的债。那看来曾小姐欠的情债不少啊。那跟顾先生可比不了。被规则束缚的人才会拼命的想证明自己，那不是自由，只是另一种忙碌。我看顾先生，您就是。你很大胆。我一向大胆。Jumping on its right belly, flipping in the air. I never land, just floating. 而这个吻，就是他成人的开始。The sky erupts, flames alert the trees, spread to fallen leaves. Now they're far, far, far deep. Wait if I'm on. 就让这身体的疼痛提醒我，昨晚的一切有多真实。姐姐，我把最真实的纯洁献给了毁掉你的恶魔，就用这辛辣的味道来冲刷掉昨晚的一切，冲掉它留在我身上的味道，冲掉我自己都觉得恶心的顺从。密码6个8。你习惯了用金钱和权力来衡量一切，包括女人，所以我必须从一开始就打破你的规则。顾总，你是不是误会了？一夜体验而已，我很满意。站住！你到底想玩什么把戏？没玩什么呀，放纵一下罢了。顾总，您正好是我最好的体验对象。我要让你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东西是你用钱买不到，用权压不住的。这种挫败感，对你这种站在权力顶端的人来说，比任何春药都更能激发你的征服欲。你越是找不到我，我就越是变得独一无二。我的价值就在你的疯狂寻找中被无限抬高。一个大活人你都找不到，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查了所有出入境记录和酒店信息，都没有曾小姐的踪迹。她就像人间蒸发了。躲猫猫的游戏该结束了，现在你的好奇心和征服欲已经被我吊到了顶点，是时候让你找到我了。我必须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合情合理的重新出现在你的世界里。我那个烂到骨子里的家，就是我为你准备的最好的舞台。哎呦，大音乐家总算肯回来了。哎呦，大音乐家总算肯回来了。哼，在外边也够了。
书童，既然回来了，正好有件好事儿。刘氏航运的刘董看上你，想让你嫁给他独生子刘明轩。你真是好福气呀！我才不嫁。妹妹，别这个表情啊！刘家可是顶级豪门，你嫁过去就是少奶奶。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呢。让曾思琪嫁吧，她不是一直都想嫁入豪门吗？凭什么是我？你一个养女能嫁进豪门，已经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了。彤彤，这件事可由不得你。我们已经收了刘家5000万聘礼给你弟弟，你不嫁，我们全家全完。你们把我给卖了是吧？这个家我不待了，你们的债自己还吧。今天你要不同意这个婚事，就休想走出这个门。就休想走出这个门。先看看这个。你姐姐那块墓地风水不错，价格不菲，每年的管理费是你付的吧？要是乖乖的嫁过去，刘家会把这块墓地买下来永久的维护。如果你不听话，我不敢保证管理员会不会把你姐姐的骨灰当成无主之物处理了。你敢？我们有什么不敢？一个死人，难道还比活人重要？我数3声，1、2，看你被逼成什么样啊！3，好，我嫁。来试试看，明天刘家人要来给你量尺寸，你可不要给我摆脸色。曾出头，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能穿这么贵衣服的机会了。姐，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让别人打我的。安心休息吧。原来除了我，还有人记得你。老板，找到了，那个曾小姐找到了。但是什么？情况有点不太对。曾家收了刘氏航运一大笔钱，要把曾小姐嫁给刘家的残疾少爷刘明轩。备车。还真是人靠衣装，穿上这身，还真像个名媛。待会到了婚礼现场，你给我多小心！哼，别摆出你这副臭脸，让刘家看。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刘家少奶奶。哼，忘记你那个死鬼姐姐，也忘记你那点不切实际的音乐梦。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美丽的新娘曾初彤小姐。你们干什么？这是我女儿的婚礼。我怎么不知道我的女人轮到你来买卖了？
顾总，你没有看到他不愿意吗？一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人，凭什么跟我谈愿不愿意？你放我下来！顾寒，谢谢你，把我带到了离你心脏最近的地方。你真是个疯子！我把你从深渊之中救出来，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是吗？真是自以为是！你凭什么管我？凭什么说我是你的女人？做你的女人有好下场吗？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东西有别人的味道，特别是我喜欢的女人。你是说你喜欢我吗？曾出头，你给我听着，我的在意从来不是随便给的，还没有一个女人敢拒绝我顾海。别那么拘束，我们玩嘛！只要今天把哥几个伺候好了啊！怎么了？要做噩梦了？你怎么知道我会做噩梦？那药我知道，是治疗梦魇症的精神药物。以前我睡不着的时候也吃过。你饿吗？回去给你做早餐。啊！先吃早饭吧。喂，谁啊？可能打错了吧。快吃饭吧。Bite my tongue one more time, wearing a warning sign. Wait till the world is mine. Visions I vandalize, cold in my kingdom size. Fell for these ocean eyes.
老板，曾小姐今天没出门，一直在打扫卫生，还按您口味准备了下午茶的食材。24小时之内就能进入状态的金丝雀，应该是个很好的演员。You chain me out, still speculate, never enough. But you know, see, I'm unrestrainable, I'm uncontainable.对，就是这个眼神，曾出头，我的奥斯卡影后。我先走了。是啊。我现在很想知道，他从出生到现在的每一天，认识的每一个人，消费的每一笔不寻常的账单，什么都不要漏过。他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除了曾家，几乎没有任何朋友，所有开销除了基本的生活费，全都用在了他姐姐墓地的维护上。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大部分都很正常。只有一点比较奇怪，大学4年，他每个月都会拿出一笔固定的钱，会给一个私家侦探。私家侦探？我们找到了那个侦探。曾小姐从4年前开始，就雇佣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儿：调查您。调查的内容包括您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常去的场所、历任女伴的来历，甚至对您对什么类型的艺术品感兴趣，喜欢什么风格的音乐，全都包含在内。原来是这样，真是太有意思了。你开完会了，怎么提前回来了？因为我突然很想听你拉琴。出头，刚才的那首曲子是你特意为我学的吗？啊，那是朋友写的，我很喜欢，就随便练练。姓曾，懂我喜欢的音乐，还有那双看起来很熟悉的眼睛，我知道。老板，我们已经等了2个小时了，曾小姐会不会不来了？等。我时间有限，我问，你们答。说谎的后果，你们可以试试。顾总，别说笑了，初桐当然是……我劝你们说实话。不是亲生的，他是我们收养的。他还有个姐姐。那个丧门星，我们家就是被他给毁了。是啊，继续。
他的亲生父母做生意破产，欠债跳楼，留下了2个女儿，是我们收养的。曾雪从小就是个狐狸精，几年前在外面瞎混，不清不白就死了。他姐姐死的时候，曾初桐多大？19岁，还在上大学。原来如此，他接近我，讨好我，甚至与我上床，都只是为了调查他姐姐的死因。2位，请。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彻底离开这里。我不想再让曾初桐看见他们。是，老板。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好好玩一场。从现在起，游戏规则由我来定，我会亲手带你去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地狱。10月15日，王志远那个恶心的男人又来骚扰我了。他说只要我陪他1晚，首席的位置就是我的。我绝不会屈服，我的才华不需要用这种肮脏的方式来证明。姐姐，你太天真了，对付魔鬼就要用比他更魔鬼的手段。啊，昨天我看新闻，交响乐团好像在招聘新的首席大提琴手，我想去试试。终于要开始了。第一个目标王志远，可以，你想去就去，需要我帮你说说？啊，不用，我想凭自己的实力。你就是曾初桐吧？拉得非常好，很有前途。王顾问，您认识我啊？当然，每个有天赋的年轻人我都会关注。晚上有空吗？我做东给你好好庆祝一下，顺便聊聊角色的注意事项。太好了，真是谢谢王顾问了。晚上我一定到。老板，这个王志远是出了名的好色，曾小姐主动接近，他是想拿自己当诱饵，留下王志远的犯罪证据，然后在决赛当天公之于众，就像4年前他对他姐姐那样。可是这太危险了，这个王志远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要不要？为什么要去阻拦？好戏才刚刚开始，你去帮我查一下王志远，还有他老婆。是。初桐啊，你可比你那个愚蠢的姐姐要聪明多了。她要是有你一半开窍，现在早就是大明星了，也不至于落得这个下场吧。姐姐，你是说我姐姐曾雪吗？您认识我姐姐曾雪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您认识我姐姐曾雪啊？她到底怎么回事？听说她……谁叫她不识抬举呢？我好心提醒她，她居然敢当众给我难堪。我这一生气啊，就随便找了个理由，说她抄袭，她就废了。在这个圈子里，我想让谁生，谁就能生；我想让谁死，谁就得死。说吧，王志远，把你所有的罪证都亲口说出来。宝贝儿，你放心，只要你跟了我，
别说是乐队的首席，就是副团长，我都可以让你当。顾氏集团给我投资的钱，想怎么花，还不是我说了算吗？走吧，我们去房间好好聊聊艺术。好。真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您快擦擦。没事儿。您快擦擦。喂，妈，怎么？我被抓了！我马上回去，我马上。怎么了，楚东？有什么事情？我家里有点急事儿，我必须马上回去。等我处理完，我就马上回来。等我。既然你有事情，那你就先去忙。不过决赛的事情，就看你的表现了。老板，曾小姐成功脱身了，她录的视频和音频足以让王志远身败名裂。身败名裂不够，他毁掉的可是一个人的一生，让他仅仅失掉工作还有名誉，有点太便宜了。我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准备好了吗？好，现在把东西放到他老婆手上，告诉他老婆，她老公不仅在外面玩别的女人，还打着她的名义去洗钱，让法务部把相关证据交给鸿盛集团。给鸿盛？我不仅要让他受到法律的职责，还要他被黑白两道同时追杀。我要他生不如死。是。初桐，你的复仇只是个开始，而我要让你亲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地狱。好，这首曲子很高啊，就是太精彩了，真是动听的音乐。您是王志远先生吗？我们是江城稽查局的，刚刚我们接到10名举报，你涉嫌职务犯罪，请跟我们走一趟。带走。王志远，你个畜生！你在外面养女人，还用我的名字洗钱！我跟你拼了！别动！别动！女士，请你冷静，女士，请你冷静。怎么样？今天这出戏你还满意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那点小把戏，最多只能让他丢掉工作。是我让他变成了一条人人喊打的落水狗。你借了我的刀，杀了你想杀的人，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跟你算一下借刀的利息了？复仇小姐。他就像一只受伤的荆棘鸟，破碎却不肯低头。他以为自己赢了，却不知道只是从一个牢笼跳进了另一个更华丽的牢笼。庆祝一下，为了你，也为我。我姐以前也是这样的，以为自己掌握了希望，却发现是另一个深渊的入口。我成功了。干了，咱们就是盟友了。干。
你下一个目标是谁啊？林菲菲。你姐姐生前最好的闺蜜，现在也是海市小有名气的画廊主理人，靠着别人还有家里的赞助，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下周，她会在海市举行一场非常重要的慈善拍卖画展，海市的名流都会到，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菲菲真好，她带我认识了很多厉害的人。她说人脉比才华重要，也许她说的是对的。今晚的派对，我喝了菲菲递给我的那杯酒，味道好奇怪，我好像做错了事，什么也想不起来。林菲菲，你处心积虑接近我姐姐，打着朋友的旗号干着龌龊的买卖，你把她当什么？当随时待宰的羔羊吗？我有计划了，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一幅画，一幅足以能够以假乱真的赝品。哎，初桐，你怎么来了？真是稀客呀！上次见你还有婴儿肥呢，这好几年不见，还真是女大18变，居然长得比萧雪都漂亮。4年没见，菲菲姐还是这么明艳照人，风采依旧，不减当年。哎，开始了，开始了！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压轴拍品是这幅神秘大师的遗作《怒海》。漂亮啊，这幅画好美啊！这幅画不得了，起拍价1000万，每次下架不少于100万。我出1100万，1100万，1200万，1200万，1500万，1500万，1800万，1800万，2000万，2000万，这么高，2000万，这个越来越高。还有要加价的吗？2000万1次，2000万2次，请等一下，2000万2次，请等一下，这幅怒海根本不是什么大师的遗作。什么？假的？这说是这啥？这怎么可能呢？什么情况？拍卖会到底干什么吃？这是一幅伪造的极其拙劣的赝品。真的假的？这位先生，张口就来可是要看场合的。我这幅画可是有完整的鉴定证明和传承记录的。传承记录，只要用心思都可以伪造。真正的大师之作，其灵魂在于那些细微的、无法察觉的笔触习惯。不信，我们可以进行现场鉴定，让那些谎言者无处遁形。这老头谁也不是咱们事儿啊！过来，来宾朋友们，大家先中途休息一下。你是？这幅画的这怎么还中途暂停啊？一切准备就绪了。你找的人靠谱吗？我的人只负责把这滩浑水彻底解决，而真正的好戏还得靠你这位女主角亲自来演。那就开始吧。这帮人在干什么？菲菲姐，其实我早就想提醒你了，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幅画的风格、用色，甚至是笔触，都和我姐姐曾雪曾经的画太像了。我记得很清楚，你以前经常夸我姐姐的画作，说她画技精湛，她临摹的画
可以以假乱真。这女的又是在这胡说八道什么？算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姐姐？曾雪是谁我都不知道。这幅画就是大师的真迹。你，还有你，你们两个是不是合起伙来坑我的？想毁了我的画廊？麻烦你用这个，仔细照一下这幅画的右下角的位置。不出意外的话，那里会有一个不太清晰的梅花图案的地方，那是我姐姐在她每一幅临摹的画中都会留下的独一无二的印记。快看看，到底真的假的？靠近一点看看。你是找什么来？快点！天哪，这颜料底下还真有，真的隐藏一个梅花图案啊！这梅花图案是他竟然偷他朋友的遗作，然后找人加工和修改，伪造大师的名画来骗钱。真是太恶心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还口口声声打着慈善拍卖的名义。我看什么上流名媛，明明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真骗子。骗子真是骗子，就是真是骗子，太可恶了，他是骗子，真不要脸。今天菲菲带我去了那个派对，她说现在的市场很喜欢临摹的画作，只要我画的构象够真实，就能得到一笔钱，重新开始我的人生。那晚我喝多了，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这幅画是我在最绝望的时候看着怒海临摹出来的，足够以假乱真。彤彤，姐姐赚钱了，给你买新手机好不好？死了给骗了！太蠢了！骗子！死骗子！骗子！你曾经告诉过我姐姐，真不要脸！混这个圈子，该死的骗子！人脉比才华重要，你却用他的人脉，你却用他的才华，用他的鲜血，甚至用他的生命来换回你的人脉和名。感觉怎么样？不是我，一个人的拍卖会也是骗子，不是我，瞧瞧，你想骗这么一大笔，太人精，不是我，不是你，不是我呀！这人在干什么骗子？真大了不起！骗死了！借画家的遗作来打造一幅最逼真的影片，然后请来最权威的打假专家进行打假，最后放出录音进行致命一击。不错，不错啊，有进步。他罪有应得。说吧，你的下一个目标是谁？顾先生，你不是想玩游戏吗？那敢不敢玩一场更大的？当然是去见在你心中最恐惧的人。怎么了，顾先生？是的，我说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个他每晚都会在噩梦中见到的，他内心最深的恐惧——黑石魂。想知道你姐姐真相？跟我来。你一直想知道你姐姐到底怎么死，以及我在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今天晚上我全部告诉你。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在一场音乐会上。那时的我刚接手故事，被整个世界压得喘不过气。直到听见了她的琴声，那是我听过最美妙的琴声，就好像阿尔卑斯山上的雪，干净又纯洁。这是我第一次想把一个东西好好保护起来，我想为它隔绝世界上所有肮脏的。可是
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那晚，他们把我带进了黑石会，说那是狮子该待的地方。我当时只是觉得可笑，以为那晚又和平常一样，只不过是一场无聊的、需要我耐着性子去应付的商业闹剧。那天，他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恐惧。在我这里引以为傲的势力，在他们面前一文不值。有点意思。诸位，我宣布，这一次竞价的结果就是他。我第一个想到，这是用我最熟悉的方式，但是我在他们眼中成为跳梁小丑，然后就是价值的衡量。发了疯一样，押上了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被关在了门外，我对着那扇门疯狂地敲打、怒吼，甚至跪下来向他们求饶。但是那扇门就像隔开了天堂和地狱，被关在里面，无论你用尽所有的力气，你都没有办法敲开。就在一墙之隔受苦，而你却什么都做不了。自学！所以，你也别问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救他。我当时也只不过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狮子，我被迫成为了那一场悲剧的第一排的观众。我连说出口的勇气都没有，当什么英雄？所以，你现在是内疚了。天都亮了，游戏也该进入最后一场。你这是什么？这是献祭游戏的统一服装，每一位祭品都会穿上它。姐姐，还剩最后一个了。走吧，让他们看看，祭品也是会咬人的。别怕，有我在。咱们这次来，是让他们血债血偿的。诸位，今夜深渊回响，欢迎来到黑石会。祭品 A，
一位天才的芭蕾舞者，他的双腿被誉为上帝亲吻过的杰作。为何绚烂叫人扑空？为何爱我却与我牢笼？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为何承认这也像困兽？越珍贵越狼狈，致命的伤。他的舞姿触及灵魂，我代表黑社会赋予他1000万基础创造价值。下面我宣布，竞拍正式开始。截至目前，按网上的报价，给出了2000万。这位买家的审判结果是折翼。2000万一次，2000万2次，2000万，2200万，2200万一次，2200万2次。这么漂亮的女孩，我只怕是有点可惜了。2200万，成交。我反对。顾海，你想干什么？这可是称量的结果，你想破坏规则吗？我没有破坏规则，我是在行使规则。根据黑石会内部法典第3章第7条，当游戏结果影响组织长期经济效益的时候，拥有裁决权的议员有权提出诉讼。这位舞者是我公司旗下未来10年面向全球推广的首席艺术家，他的腿绑定了我未来10年数10亿的资金，毁了他的腿，就相当于毁了我的钱。我想，这应该会对组织的经济产生长期的影响。这应该会对组织的经济产生长期的影响，对吗？顾先生的复议合乎规则。那么我想问顾先生，你打算按照法典如何弥补毁灭方的胜利？你必须提供等值或者超额的祭品，来平息他们的怒火。当然，我会用双倍的价格从各位手中买出这次毁灭权。这笔钱会立刻马上打入参与投票毁灭者账户当中。交易成立。我宣布，审判结果更改为赦免。那么按照规则，顾先生，该由你提供下一件祭品。得由你提供下一件祭品。好，我的祭品是他。但是我要向大家展示的不是她的美貌与才华，而是忠诚。哦，有趣。我怀疑我们内部这些核心成员之间出现了叛徒，有人将咱们内部的交易机密泄露给了相关机构。而我的搭档曾小姐在前不久刚好截获了一份黑石会亚洲区内部成员资金交易的加密文件。这份文件直指泄密者。
林总，你在新加坡的几个秘密账户是不是被冻结了？你怎么知道？船王，你在巴拿马的几艘幽灵轮船，是不是也被海事局调查了？你放屁！这都是巧合。现在咱们玩一个新的游戏，我把找出叛徒的权利交给你们，率先找到叛徒的就可以吞并对方的所有资金，反之将会被洗礼。游戏开始，限时10分钟。我最喜欢看到这种自相残杀的游戏。是你，船王才是叛徒！放屁！原来我巴拿马的项目是你林总在背后捅刀子。你的计谋真不错呀，但可惜我是不会上你当的。是吗？据我所知，我们碰巧截获的加密文件里，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你，沈墨先生。沈墨先生，接受进化。你们诬陷我！据本台刚刚收到消息，相关部门成功摧毁了盘踞海市多年的犯罪组织，代号夜宵。此次行动逮捕涉案人员共计37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海事早间新闻，现在为您插播一条突发消息：相关部门查封并且抓获犯罪团伙黑石集团，现已查封他们的产业，并取得重大突破。4年来，复仇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意义。现在弦断了，我的世界也跟着崩塌了。仇恨消失之后，还剩下什么？钟大，别感冒了。我赢了，可是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你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胜利。你复了仇，就像完成了一项工作。工作一旦结束了，人自然会感到空虚，这很正常。可是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没关系，你想好了，都可以去做。顾先生，不，顾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我练了很久的遗忘，明天想亲手把乐谱给你，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你很可怕，像一座冰山。但只有我呀，能看到你心里的那个小男孩。那个在董事会上，因为老员工被人欺负而发火，却又假装不在意了。还有那个偷偷去喂流浪猫，却又不允许助理告诉任何人的你。唉，你只是不会爱人，更不会爱自己。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是说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会离开，
那我一定会希望你可以遇到一个女孩，那个她可以非常的勇敢，而且还很强大，强大到可以融化你这座冰山。顾海，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啊！顾海，你不用为我做这些。可是我现在想为你做，我想试着去做一个没有那么自私的人。顾海，我想去散散心。好。不小心回到那一天，不小心一切又重演，如此完。美女，给你画幅画呀。美女，你们家有个很爱你的爱人吧？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笑起来的时候眼睛有光，这种光只有被爱着也爱着别人的女孩才有的。你的琴声，我听到了。 어디에 있는 거니? 나 그대에게 전하고 싶은 말들이 너무 많은데 달이 뜬 이 밤에 적어 보내도 될까요? 나도 모르게 나의 세상이